你这半个月关着门喝酒，喝的是我当衣裳换来的酒，你嘴里的圣贤道理，甜得饱肚子吗？哟，这不是沈探花吗？听说在京城把首府大人都给得罪了，这是被赶回来了。赶回来？我看是销了官、抄了家，灰溜溜逃回来的。犯了官的人沾都沾不得。各位乡邻，我们只是回乡安顿，不会打扰大家。安顿？前2年沈家发达的时候，往这村里送过一个铜板没有？如今落了难，想回来门儿都没有。 20年寒窗，一朝探花及第，江南到御史。我沈燕走过的是御界，听过的是中庆，何曾想过有朝一日要在自己出生的村口，被一群泥腿子当众缺着一脸唾沫。这每一步，都像踩在烧红的炭上。这条路，往后还有的我们走。田呢？我家那12亩水田呢？早没了。你爹走的那年，族里说你在京里当大官，用不着这点田，就分了。分给谁了？分给谁还重要吗？哥儿，叔劝你一句，认命吧。你现在是犯了官的人，这村里没人敢跟你沾边儿。夫君，屋还能住，田没了，我们再想别的法子。米缸里还有半斗米，撑得到月底。沈燕，我累了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锦娘，这是你唯一没舍得当掉的陪嫁，跟着我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一闭门就是半个多月，我把自己锁在里屋，从早到晚就是喝酒睡觉，对着那半边耕读传家的匾发呆。酒喝完了，我就拿一件旧衣裳让锦娘拿去村里的小酒校换。夫君，喝点粥吧，米快没了。明天我去镇上看看能不能寻个江洗的伙计。江洗？你要去给人江洗衣裳？总得有口吃的。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我堂堂探花郎的夫人去给人搓衣裳，传出去，我沈燕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？那夫君说，我们吃什么？我自有打算。朝中还有故旧，总有一天会替我伸冤。我会回去的，回京城去，重新做我的御史。那是哪一天？是明天，还是明年？还是等我们都饿死在这屋里那天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懂什么朝堂荣辱？我读的是圣贤书，行的是御史道，岂能为了几口饭去做那等下三滥的营生？米缸见了底。这天清早，锦娘趁我还在醉睡，打开了那只描金七匣，赤金凤钗躺在里头，那是她出阁那天月门亲手插在她发间的。娘说过，这是苏家织造行家3代攒下的体面，无论到了哪儿，带上它，你就是江南苏家的女儿。镇上的当铺把对疯子脸那对凤插只当了3两银子。锦娘拿着银子去米行称了米，又扯了几尺粗布。哟，沈夫人，金钗换米了！我说呢，前儿听当铺的伙计说，有人当了对好凤钗，原来是你呀！钱二嫂，请慎言。我慎什么言？我说的是实话嘛！啧，堂堂御史夫人，落到当首饰换米的地步喽！我就说嘛，做御史的有什么了不起？犯了事还不如我们这些种地的有口安稳饭吃。不到半天，沈御史的夫人当金钗换米这桩事就传遍了清溪村，又顺着风钻进了我的耳朵里。沈家叔公，我奶奶说你家婶婶把金钗当了，换了米
把你娘给你的凤钗当了。你刚空了，总不能等着饿死。我沈家就是饿死，也不能去当东西换米做买卖。你知不知道现在镇上都怎么传我，说我沈燕养不活老婆，要靠典当度日。士大夫4民之首，岂能与那商贾士寇为伍？你把我的脸，把我祖宗的脸全踩在泥里了。夫君，我问你，你的清高能换来1碗米吗？你这半个月关着门喝酒，喝的是我当衣裳换来的酒，你嘴里的圣贤道理，填得饱肚子吗？你说商贾下贱，可正是这下贱营生换来的米，才让你还有力气在这儿骂我，才让你还有颠死。沈燕，你睁眼看看这个家，田没了，钱没了，连1斗米都要靠当首饰来换。你还要抱着你那探花郎的架子抱到几时？我嫁的是江南道御史沈燕，不是清溪村醉鬼沈燕。我苏锦娘出身织造世家，7岁学缫丝，10岁会织锦。我不靠你也养得活这个家，可我希望这个家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。那声音很轻，却一下一下敲在我心上。第2天天没亮，锦娘就出了门。苏锦娘，她揣着当凤钗剩下的最后1点碎银，去村西头找了李正。我要租地。沈夫人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租地做什么？种桑，就那半亩荒坡没人种，租给我。那破坡子，石头比土还多，能种出什么来？你要租，1年2000银子，我还嫌占地方呢。成交。哎呦，你们快看那儿，沈家那位御史夫人在乱石坡上刨土呢。我的娘，真是她！昨儿当金钗，今儿刨石头，明儿是不是就要下河捞鱼了？当官人家的脸，叫她一个人丢光喽！种桑，那破坡子，石头能硌死人，野草都不长，她还想养蚕织绸。我看呐，桑没种成，先把自个儿累死在坡上，到时候连口薄棺材都买不起。我跟你们说，他也是没法子了，哪儿也是个废物，整天关在屋里灌马尿，养不活老婆，只能逼着婆娘出来抛头露面，刨土卖脸。这样的人家，迟早得散。可不是嘛！我要是摊上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，早卷铺盖回娘家了，还在这儿替他遭罪，图啥呀？傻不傻？沈夫人，听二嫂一句劝，趁年轻赶紧改嫁吧。跟着那醉鬼，你这双手再刨10年，也刨不出2两银子来。哎呦，疯婆娘，走走走，别理她，由她去作死。我出身苏家织造，这门手艺是我的根。京城回不去，我就在这荒坡上种出一个家来。半亩荒坡，几10棵桑苗，你能种出什么名堂？女子经商，传出去怎样？夫君要是嫌丢人，大可回屋喝你的酒。这坡上的活儿，我一个人干。桑苗要栽在背阴处。我虽不懂蚕桑，但水土相背的道理，书上读过。这坡朝南，太晒，得在西边搭个棚遮一遮。砍桑枝、搭蚕房这些粗活，我来。几个月后，头一届的蚕结茧了，雪白的蚕茧堆在竹片里，足足装了7、8片。
在屋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夫君，你看这剪子，丝长色白，出丝率高，是上等的好剪，苏成丝，织成绢，能卖好价钱。当真能卖出去？我明天就去县城。第二天，他独自挑着2篓蚕茧，走了30里山路，进了县城。我在家等了一整天，从晌午等到日落，从日落等到月上柳梢。我坐立不安，几次走到村口张望，又几次走回来，直到夜深。夫君，这是我们回乡之后挣到的第一笔钱。夫君嫌少，2两3钱是不多，不少。我做御史那年，1年俸禄100余两，2两3钱这点数目，我从前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可那100余两是朝廷发的，我拿的心安理得。这2两3钱，是你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，是你走了30里换回来的。锦娘，我头一回感觉到这钱来的有多烫头。夫君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今天在县城，布商压我的价，他说我一个乡下妇人不懂行情，3钱银子一匹绢，爱卖不卖。那你怎么？我跟他讲，我这绢丝细纹密，经纬均匀，是上等货。我又跟他算，他转手卖给筹柱，至少能赚1倍。我说做生意如同立规矩，货真价才能实。你压我的价是坏了行情的规矩，长久不了。他听完愣了半晌，最后按5钱一匹收了。夫君，你饱读诗书，懂律法，明事理，善文功，会算计，这些本事难道只能用在朝堂上吗？商有商规，货有货信，与治国的法度本是一个道理。你做御史是为了让天下有规矩，你若做这么淫堂，一样能立规矩，行公道。这本事从来不只是用来做官的。明天我把这一季的账从头算一遍。自那夜起，我像是变了个人。我不再喝酒，不再闭门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跟着锦娘上坡侍弄桑苗，清理残房，回到家就坐在桌前拨算盘，记账目。锦娘，咱们得把权责分清楚。你管生产、品控、织织的手艺，这是你的长处，我不插手。那夫君管什么？账目、规矩、对外的交涉，我来。我在官衙待了这些年，文书怎么管，权责怎么分，赏罚怎么定，这些我熟。咱们这作坊虽小，五脏齐全，得有规矩才能长久。缫丝的工按斤计酬，织得好的月底有赏，糟蹋了蚕茧的扣工钱。这是什么？复式记账，每一笔进项，每一笔出项都要2头记，左收右支，月底一对，分毫不差。从前官衙的钱粮，我就是这么管的。这样一来，咱们这作坊的每一文钱都有去处，明明白白。怎么了？我从前总觉得，夫君的那些学问是高高在上的，离咱们这柴米油盐很远。如今才知道，原来用在这小作坊里也这般有用。夫君这脑子，做账比我强了不知多少。你过誉了，我这才哪儿到哪儿。桑越种越多，绢越织越好。锦娘，你来看这账，这半年咱们的素绢往县城几家布行里送，是越送越多了。是越来越卖了。前儿城西的绸庄掌柜还托人捎话，说咱们审计的绢丝细纹密，比别家的都强，让我多贡献。何止城西，你看这几家，东街的、北市的都在加单。如今这县城里，但凡是个像样的绸庄，都爱进咱们审计的货。那是夫君把价钱定的公道，货好价也实，谁不爱呢？是你的手艺好，照这势头，再过些日子，咱们就能把摊子再铺大些。东家夫人，不好了，
出事儿了！豫昌布行的掌柜姓胡，是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，仗着势力垄断了县城布业。哼，沈夫人，往后你家的绢，我豫昌不收了。胡掌柜，这是为何？上个月你还说我家的绢好是好，可你家的绢卖得太好，抢了我豫昌的生意。我把话撂这儿了，这县城里大大小小10几家布铺，往后谁敢收你审计的货，就别想再从我豫昌进1匹布。你这是要断我审计的活路！活路，沈夫人，做生意讲的是谁的拳头硬。你一个乡下来的妇人，凭一身手艺就想在这县城分一杯羹？我豫昌在这开了20年，这条街的规矩还不是我说了算。回去劝劝你那犯官男人，别不知好歹。他跑遍了县城10几家布铺，一家家全是同样的话不收。有的掌柜还算客气，摆摆手让他走；有的干脆把门一关，连个照面都不给。全城的铺子都不收。胡掌柜放了话，谁收我们的货，他就断谁的进货。夫君这一季的交全压在手里，下个月的工钱、蚕种的本钱。那一夜，锦娘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几次起身去看堂屋里堆着的绢片，我却异常平静。我点起油灯，铺开纸，把豫昌布行的来龙去脉一条条写下来。锦娘，你过来，你看，胡掌柜能压住全城布铺，靠的是什么？靠他是这条街最大的进货源头。可他这源头是从哪儿来的？从府城的丝绸进行的吧？对，他自己不产丝，全靠倒手。他卡我们的销路，是怕我们抢他的零售。可他忘了一件事，他能堵住县城的铺子，堵得住别人的门吗？夫君的意思是，咱们不跟他在这条街上死磕，绕过去。我从前在京里有位童年，姓周，如今外放做了本府的通判幕僚。我去寻他。夫君要去求人，你最不愿。此一时彼一时。从前我不愿低头，是放不下御史的架子。如今我是商人沈燕，为了这门生意去走动关系，理所应当。锦娘，你点醒了我，做官的本事不只能用在朝堂。我这张脸，我这些旧识，从前是包袱，如今都是我审计的本钱。沈兄，听说你贬回乡里，我还想着寻个机会探望，不想你竟亲自来了。周兄，今日来是有一桩生意，想求周兄牵个线。生意？沈兄你做起买卖来了？落难之人总得讨口饭吃。周兄，你看这绢，好绢，这丝细的比府城绸行的货还剩3分。沈兄，这是我家产的，我想请周兄引荐，将这绢供入知府内宅。我别无所求，只求一个公道价钱。凭你我这交情，这点忙我帮定了。正好知府内宅的赵管事与我相熟，我这就引你去见。这绢倒是柔滑，比咱们平日用的还要细密些，丝色也正，没有半点杂味。夫人好眼力，这绢丝长纹密，经纬均匀，乃是上等。哪家产的？怎么从前没听过？清溪审计，小号新起，货却不敢有半分虚的。夫人若用着好，往后内宅要多少，审计供多少，价钱公道，绝不抬价。这绢我用着如意，往后内宅用绢就从这审计进。夫人放心，审计的货夫人尽管用，但凡有半分不好，分文不取。消息传来，知府内宅用的是清溪审计的绢，官卷用布4个字比任何招牌都响。我趁热打铁，在县城正街口支了个小摊，绕过所有布行，直接向散户零收。乡绅富户听说是知府夫人都用的绢，争相来买。沈先生，从前是我胡某人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。这县城的布业本是一家人，何必伤了和气？胡掌柜言重了。沈先生大人大量，您看往后您家的绢，我豫昌全包了，价钱好商。全包就不必了。胡掌柜，我跟你交个底，我审计的绢，往后既供布行也开零售，2条路愿意收，我按行价给你，同走无期。你若不愿意，我也不强求。沈先生不趁机赶尽杀绝。胡掌柜，你20年老字号，这县城布业也伤元气，
生意是长久的事，不是一锤子买卖。我立个规矩，审计供货，价钱公道，绝不联手压价，也绝不断人活路。锦娘，从今往后，咱们这门生意有名号了。审计清桑的名号在县城站稳了脚跟。夫君，你看这个，这是锦娘，从今往后，咱们这门生意有名号了。审计清桑的名号在县城站稳了脚跟。夫君，你看这个，这是苏家祖传的提花织造法。7岁那年，我娘一针一线教我的，能织出缠枝莲、百鸟朝凤这些花样，是专供大户人家的高端锦缎。我一直没敢拿出来，怕咱们这小作坊撑不起。如今呢？如今咱们有了名号，有了销路，是时候了。素锦一匹卖5钱，提花锦缎能卖多少？少说1两5钱，3倍利。提花锦缎一出，那花样精美绝伦，富户官宦人家争相抢购，连府城的大绸庄都派人来求货。审计清桑的锦缎供不应求，凡村中妇女会缫丝、能织布者，皆可来审计做工，按月发工钱。沈夫人，听说你这儿招人做工，我手脚麻利，缫丝是把好手。沈夫人，从前是我嘴贱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钱二嫂，我这招工只看手艺，不论旧账。你若真会梭丝，明天就来，工钱一视同仁。沈夫人，你真是菩萨心肠。不出1个月，审计作坊里做工的村妇多达20余人，家家户户因着这份孔钱，日子宽裕起来。从前那些指指点点、说3道4的村民，如今见了我们夫妇，老远就堆起笑脸，客客气气地喊沈先生、沈夫人。沈先生，族里商量了，要重修族谱，把燕哥的名字往前挪一挪。松柯，夫君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做御史那些年，弹劾贪官，整顿吏治，自以为是为民请命。可我何曾让一个乡邻吃饱过饭？何曾让一户人家宽裕过？锦娘，我从前瞧不起经商，觉得是末业建行。如今才明白，这20几个父母有了活计，这一村人有了进项，这也是泽必乡里。原来经商一样能借势。入秋，我盘下了县城正街最好的一处铺面，第1家审计绸庄正式开张。久闻沈先生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沈先生从前是金殿上的御史，如今做起这绸缎买卖，竟是这般气定神闲，滴水不漏。秦某佩服。秦老板过奖，御史也好，商人也罢，待人接物总归是一个诚字。好一个诚字！冲沈先生这句话，往后府城的生意，我秦记任你审计了。沈先生，听说您这绸庄的牌匾是您亲笔题的，这一手字窘进的很呐，倒真有几分当年金殿策论的风管。乡绅谬赞，从前那手字是写给朝廷看的，如今这块匾是写给街坊四邻来往客商看的，一样的笔，写的却是不一样的心境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沈先生，恭喜恭喜，这点薄礼不成敬意。从前是我胡某人眼皮子浅，多有得罪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胡掌柜说哪里话？你我如今是一条街上做生意的伙伴，往日那点过节早随风去了。来，里头请。今日这杯酒，咱们好好喝一盅。沈先生这般气度，是我胡某人有眼无珠了。入夜，宾客散去，那匾上的审计绸庄4个字，是我亲手题写的。夫君看了一晚上了，看不够？锦娘，我从前总觉得我这一生的体面都在那身御史的官袍上，脱了官袍，我沈燕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可你看，这块匾，这间铺子，这门生意，是我和你一砖一瓦、一丝一线挣出来的。这上头的沈字，比我官袍上的补字更让我心安。那个金殿上的沈御史没了就没了吧，我现在是商人沈燕，这个名字我认了，认得心甘情愿。审计的生意越做越大，锦娘，朝廷要一改漕运了。漕运，那是官家的事，与咱们何干？大有干系。你看这里，朝廷有意将漕粮改道，用运河北上。漕运一改，
沿河的码头、仓库立刻就成了金贵地方。咱们若能抢在朝廷正式下版之前，在府城运河码头租下仓库，往后南北货物转运，咱们就占了先机。夫君怎么看得出来？我在朝中多年，这风向旁人看不出来，我看得出来。我当机立断，赶赴府城，抢在风声传开之前，以低价租下了运河码头最好的一片仓库。果然不出2月，朝廷改曹的文书下来，那片码头地价翻了10倍。我趁势组建了审计货运商队，专做南北货物转运。咱们审计上的商队立3条死规矩：1不欺行霸市，2不缺斤短两，3不哄抬样价。谁犯了，立刻逐出商队，永不录用。我又下令，在商路沿途每隔30里设一处免费的歇脚点，供过往行商脚足歇脚饮水。沈先生，咱们设置歇脚点又不收钱，图什么？图个人心。行商在外，最苦的就是无处落脚。咱们让他们歇个脚，喝口水，他们记着咱们审计的好。往后这商路上，谁不愿与审计打交道？这人心比金子还贵。要想放行嘛，得有常例。那差役开口就要500两的常例钱，少半分都不肯放货。这分明是讹诈！500两，咱们配批货的利钱都不够。硬碰，碰不过他。他是通判，手里有官印，咱们是商人，斗不起。那就忍气吞声，给他银子。给，会有第1次，就有第2次、第3次。方启年这种人，胃口只会越来越大。要除他，得用别的法子。我想起自己御史出身的老本行查贪，我一面派人去通判衙门假意周旋，把那500两拖着不给，一面悄悄叫来了跟了我多年的老仆沈安。沈安，我教你一桩要紧差事，你去查方启年。查通判大人，东家，他可是府城的通判，咱们一介商庶查他作甚？正因他是通判，咱们才不能硬碰。你顺着他这些年的关系网，一点一点查，哪一年修河堤，他克扣了多少河工的工钱？哪一笔商税进了他自己的私囊？这府城里还有哪几家商户被他用查税的方子敲诈过？敲了多少？一桩一件，都给我查清楚，记下来。东家，您这是要做御史时的老本行了。我虽不是御史了，可查贪的眼睛还在。1个月后，沈安捧着厚厚一叠文书回来了，往桌上一放。东家都查清了，这方启年比咱们想的还黑。河工的工钱，他3年克扣了8000两；江北调粮的商税，他私吞了12000。被他敲诈过的商户，光是肯出来作证的就有11家，桩桩件件，人证证，账目全在这儿了。好，证据齐了。夫君，证据是齐了，可咱们一介商人，状告通判，告到哪儿去？府城的官官相护，递上去，怕是石沉大海，反倒打草惊蛇。我不告。不告？那这些证据……锦娘，你忘了，朝廷下月就要派巡按御史巡查江南了。巡按御史专查地方官的不法。这告状的事，不该咱们出面，该由那位御史大人来办。夫君的意思是，把证据匿名投到巡按御史的行堤，咱们不留名，不露面。这卷东西写得明明白白，证据扎实，那位御史大人自会知道该怎么办。夫君，你这哪是在做生意？你是把御史那身本事换了个法子在用。为天下查贪是御史的本分，为审计除害是商人的本分，换了身衣裳，道理是一样的。那卷成文连同人证名录被悄无声息地投进了巡按御史的行辕。不出半月，府城就炸了锅。通判方启年贪墨案发，被革职查办，当场摘了官帽，押解进京。那批被扣下的瓷器分文未取，原样放行。夫君，你这一手比当年在金殿上弹劾首辅还要漂亮。弹劾首辅是为天下除害，除方启年是为审计除患，道理是一样的。铲除了贪官，审计的商路再无阻碍。
我的眼光也越放越远，依托遍布南北的商路，我又陆续做起了茶叶、瓷器、粮食3宗大生意。南边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往北运，北边的粮食、皮货往南调。南丝北运，北粮南调，两头都赚，还不怕一行念生，连累全盘。不出3年，沈记的商号开遍了江南6州，如今坊间渐渐有了一个名号——沈半洲。意思是，这江南半壁的生意都有沈记的一份。沈燕已是江南商界举足轻重、人人敬重的大商人。沈燕，那个被我贬斥的御史，他不甘心做个庶民，竟做起这泼天的生意来了。一个犯过官的人，能量竟值此大，留着终是隐患。官爷使不得呀！这粮仓好端端的，凭什么封？凭什么？审计囤积居集哄抬粮价，扰乱市面，上头有令，3处粮仓一并查封。老老实实滚开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饭。囤积居习哄抬粮价，我们审计的粮一向平价卖，再年还开仓平铺，这是哪来的脏水？不到半日，府城东西南3处粮仓尽数被封。老周连滚带爬跑回总号报信时，我正在和锦娘合账。夫人，那榜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说咱们扰乱市面。如今满府城都传遍了，说沈记是奸商。东家，不好了！粮仓一封，谣言一起，府城的粮价立马就疯涨了。老百姓都说是咱们沈记囤着粮不卖，要发灾难财，外头骂声一片啊！东家，几位跟咱们有往来的大商户正往门口来呢，一个个脸色都不好看。来了，沈先生。恕我们直言，这官府的封条都贴上了，榜也张出去了，您这官司是摊上大了。我们那几笔货款入的那点股，能不能先退给我们？对呀，沈先生，不是我们不讲情义，实在是这祸事太大，我们这点小身家担待不起呀。对呀，诸位稍安，这分明是有人构陷，审计清白，过几日自见分晓。清白，沈先生，您还没看明白吗？查封您粮仓的这道令，可不是府城哪个老爷的意思。我托人打听过了，这背后下手的是京城那位首府大人呐。沈先生，斗不过的，听句劝，趁早把这摊子散了吧。我们的股，您看。夫君，如今怎么办？锦娘，这一回的货，根子在京城，光在江南折腾没用，我得亲自进京一趟。进京？京城是首府的地盘，你此去……我当年在朝中，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旧友。如今首府党羽虽盛，朝中却也并非铁板一片。我去联络旧时，疏通关节，把这构陷的真相捅到御前。那府城这边呢？3处粮仓被封，商户要退货，伙计要散。府城这边就交给你了。锦娘，这些年作坊的生产织造是你撑起来的，这审计的根基有一半是你的。我相信你，你坐镇府城总号，稳住伙计的心，稳住商户的心，只要总号不乱，审计就垮不了。咱们夫妻，一个在京城，一个在府城，相隔千里，也是并肩作战。夫君放心去，府城有我，乱不了。我连夜启程，孤身赴京，府城总号人心浮动。苏夫人，不是我们不讲情义，审计如今摊上了官司，还是首府亲自盯上的，我们这点身家可经不起牵连啊。诸位，审计被诬囤积居习，哄抬粮价，可这3处粮仓的进出账目桩桩件件记录在此，每一食粮何时进何时出，卖与何人什么价，清清楚楚。我审计的粮向来平价出售，灾年还要开仓平抛，何曾抬过1文钱的价？这是复式记账，左收右支，分毫不差。诸位都是行家，请过目，这账上可有半点囤积哄抬的影子？这分明是被人诬陷。不错，
诸位与沈记做了这些年生意，沈记的为人，沈记的祸，你们心里有数。我夫君沈燕已亲赴京城自证清白，我苏锦娘今日把话撂在这儿，沈记若有半分不法，这账册便是铁证，我任凭官府查办。可沈记若是清白的，这一关挺过去，往日的情谊我加倍奉还。诸位是要在此刻彻骨离场，还是与沈记共度这一关，请自己掂量。苏夫人这般气度，这般账目，沈记若是奸商，天下便没有良商了。我信沈记，古我不撤了，我也不撤，算我一个。人心稳住了。与此同时，我孤身叩开了昔日童年，如今官居御史中丞的崔大人府门。沈燕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可知道如今京城是什么光景？首府党羽遍布朝野，你这个被他亲手贬斥的人，此刻进京是自投罗网啊！崔兄，我此来是有冤要诉。你看，这是江南3处粮仓的真账，每一食粮何时进何时出，什么价，清清楚楚。沈记从未囤积，从未抬价，可首府一道令下，诬我囤积居奇，哄抬粮价，查封粮仓，断我生路。沈燕，账是清的，理是直的，可你对的是首府，这状子递上去，十有八九石沉大海，反倒把你自己再搭进去。我劝你一句，撤了吧，认了吧，留得青山在。崔兄，我若只为自己，大可认了。可崔兄，你看，这是江南数百家与沈记往来的商户，这是因沈记粮仓平价售粮得以活命的上万生民。我这一关若挺不过去，沈记一倒，这数百商户血本无归，这上万生民灾年再无平价粮可买。我今日来，不为复官，不为雪耻，只为求一个公道。这公道不是为我沈燕一人求的，是为江南千千万万的生民民求的。崔兄，你我当年同登金榜，曾立誓要做铁面御史，为民请命。今日沈某斗胆，请崔兄仗义严言。好，你这话戳到我心窝子里了。当年你弹劾首府句句属实，反遭构陷，我等明知是冤，却敢怒不敢言，愧对御史二字。这一回，我崔某人豁出这顶乌纱，陪你走一遭。崔大人联络了几位素来耿直、早对首府不满的言官，联名上奏，请朝廷派员核查江南粮仓一案。沈燕，天塌了！不是首府，他的天塌了！崔兄，此话怎讲？首府他自己的贪腐大案东窗事发了，有人翻出了铁证，他这些年党同伐异、贪墨受贿、卖官鬻爵，桩桩件件。更要紧的是，连他当年构陷你的案卷也被翻了出来。你当年弹劾他，原是句句属实，反被他罗编罪名削职贬钱。如今真相大白，满朝哗然，陛下震怒，首府已经下狱了。崔兄，我能回江南了。首府下狱，党羽尽除，奉旨核查江南粮仓的官员很快到了府城，我陪同在侧，回到了那座被贴满封条的总号。早已闻讯赶来的商户百姓将总号门前围得水泄不通。审计被告囤积居奇，哄抬粮价，可有账目凭证？大人，这是审计3处粮仓近3年的全部进出账目，每一食粮的来路去向、买家卖价复式记账，左收右支，分毫不差。审计的粮年年平价，灾年平抛，请大人逐笔核验。查，审计账目清明，进出有据，从无囤积抬价之实。所谓囤积居奇，哄抬粮价，纯系构陷诬告。即刻起复3处粮仓查封，原物奉还审计。至于罗编罪名、构陷粮商、公报私仇的地方官员，一一并革职查办，押解候审。苏夫人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当初信不过审计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可千万别记我们的小。各位言重了，审计的股谁愿留便留，当初要退的我也不拦。审计做生意从不算这些旧账。数月后，一道恢复功名召我回京赴任监察御史的圣旨，由一位钦差太监亲自送到了清溪村。快看快看，宫里来的公公！沈先生这是要官复原职了，还是回京城做御史？我的天，咱们清溪村要出大官了！沈大人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
恢复公民官身，召您即刻回京赴任监察御史。这道旨意，多少人求一辈子都求不来。沈大人，您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叩头谢恩呢？瞧瞧人家，什么叫真龙不困浅潭呐？当年我还……哎呦，我这张嘴！沈大人，您这是洗傻了？沈大人，公公远来辛苦，这天恩浩荡，沈某容我3日再回复陛下，可否？沈大人，您这是……兹事体大，沈某要想清楚了，再叩谢天恩。3日后，锦娘推门进来，见我面前摊着一张写满字的奏授，墨迹未干。夫君，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锦娘，你来听听，我这奏学写的可妥当？臣沈燕叩谢天恩。然臣有一言，斗胆陈于陛下。治国不必皆在朝堂，兴商亦可富民生。臣愿以商贾之身，安一方百姓之生计，恳请陛下准臣辞诏。夫君，你要辞了副官的旨意，这可是你盼了3年的。盼了3年，我也想了3年。锦娘，我做御史那些年，弹劾贪官，整顿吏治，自以为是为天下立规矩，可一道构陷下来，我连自己都护不住，更旁言忽悠万民。这3年，我跟着你，从一把锄头、几10棵桑苗做起。我亲眼看着村里20多个妇人因这门生意有了活计，亲眼看着这一村人因审计宽裕起来，亲眼看着江南的商路因审计的规矩多了几分公道。锦娘，治国的路不止金銮殿一条，我在这市井之间一样能富民，能济世，能立规矩。这条路是你领我走上来的，我不想回头了。好，夫君选哪条路，我都陪你走到底。那道辞诏的奏收递了上去，朝廷成全了我。辞诏的旨意刚下不久，江北便起了大灾。东家，江北完了。慢慢说。100年没见过的旱，慢慢见过。从开春到入伏，没下过一场透雨。地里的麦子刚抽芽就枯死了，一捏就是一把灰。河都断了流，井也见了底。东家看，我亲眼路边一个妇人，怀里抱着个娃，娃已经没气儿了，她还在喂奶，她自己也快不行了。那朝廷的任绩呢？官仓的粮呢？官仓的粮杯水车薪，更可恨的是那帮粮商，平日里3文钱1斗的米，如今涨到了300钱，还在涨。他们把粮全囤在仓里，宁可烂掉，也不肯平价卖。穷苦百姓哪儿买得起？只能挖草根、剥树皮，树皮都剥光了，就开始易子而食啊！东家，禽兽不如！当夜，审计所有掌柜被连夜召齐。传我的话，审计设在江北各地的所有粮仓，即刻全开。东家，使不得呀！如今粮价飞涨到300文1斗，咱们这些粮囤着不动，转手就是100倍的利，这是几10年难遇的财路。钱掌柜，你方才没听老郑说吗？江北的百姓在易子而食，咱们囤着1斗粮，多赚的每1文钱，都是从饿死的人嘴里抠出来的。这种钱，审计不正。可东家，咱们江北的存粮撑不了几天的，这么多灾民。江北的不够，调！从江南各仓紧急调运100万担粮食，星夜北上，一粒都不许抬价，全按江南平日的米价平价卖给灾民。100万是，东家，100万是粮食，平价运到江北卖出去，光是路上的脚力损耗，再贴上差价，咱们至少要倒贴进去几10万两白银啊！这是审计小半个家底。便是倒贴几10万两，我沈燕也绝不赚昧心钱。钱掌柜，你跟我算这笔账，我也跟你们算一笔。审计这些年挣的每1文钱，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从这片土地上，从千万个百姓手里来的。今日他们活不下去了，咱们把钱还回去，天经地义。
我沈燕立这个沈记，不是为了做天下最有钱的商人，是为了立一个公道，正一个堂堂正正。这个时候，沈记若是缩着脖子囤粮发财，那这块沈记的招牌砸了也罢，要它何用？东家，我替江北几十万条人命给您磕这个头。是属下糊涂，钻进钱眼里了。东家放心，调粮的事儿，属下连夜去办，一粒都不会少。沈记的平价粮如一道洪流，沿着运河昼夜不息地涌向江北。第一批粮到沧州那日，城门口排起了望不到头的长队。这位小哥，这米当真还是平日的价？老人家当真，沈东家有令，沈记的米灾年不涨1文。您这几个钱尽够买米的。活菩萨！灾后，江北的百姓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自发供起了我的长生牌位，逢年过节，神香叩拜。老人家，这是供的哪位神仙？那年大旱，要不是沈东家开仓放粮，我们这一村人早就没了。沈东家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经此一届，我在天下商界、民间声望如日中天，但我没有就此停步。我向南北各省的商户广发请帖，召集了13省的商户代表齐聚府城。诸位，沈某请大家来，是想立一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这叫商行公规。1. 同业之间不许恶性压价，互相倾脑。2. 货物买卖不许以次充好，制假售假。3. 凡遇灾年，各地商行开仓共济，扶危济困。沈先生，咱们商人向来是各做各的生意，立这规矩与我们有何好处？好处？诸位想想，方启年那样的贪官，为何能讹诈商户？奸商哄抬粮价，为何能横行一时？皆因咱们商人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战，没有规矩，没有公道。咱们立下这公规，货真价实，灾年共济。短期看似乎少赚了昧心钱，长远看行得正做得端，百姓信咱们，官府敬咱们，这生意才能做得长久，做得堂堂正正。沈某愿与诸位共守此规。愿守不规。沈先生说得对，我等愿与沈记共立规矩。商行公规就此立下，传遍南北13省。不仅如此，沈记还拿出大笔银钱，在各地兴建义学、铺路修桥，又设免费的药铺。一时间，南北商风为之一变。我的义行传到了御前。朕原以为济世哀民，唯赖朝堂，如今看来，这江南的沈燕身在市井，心怀社稷，富而行义。所济之民，所立之规，竟胜过朝中多少尸位待餐之辈。此真乃国之栋梁，民之福祉也。皇帝亲笔御书“商德招商”4个大字，制成牌匾，特赐沈记。又下旨，特许沈记商号通行天下，关税减半。御此牌匾抬进府城那日，万人空巷。沈燕之名当得起商圣2字，足与古时那位3级3散富而行人的陶愚公并列。我们将他立下的商行公规奉为行商立事的规灭。光阴流转，几十年弹指而过，晚年的我将偌大的家业交给了儿孙，与锦娘一道归隐回了清溪村。当年那半亩满是石头的荒坡，如今尽是连绵不绝、郁郁葱葱的桑田。锦娘，你还记得吗？几十年前，就是在这坡上，你一锄头一锄头刨开这满地的石头。那时候，全村人都笑你，说你刨不出2两银子。怎么不记得？那时候你还嫌我抛头露面，丢了你探花郎的脸呢。锦娘，当年若不是你拉我一把，我早就烂在那破屋里的酒葫芦里了。我这一生的荣光，我这万里的家业，从来不是金殿给的，是你给的。
夫君这话我可不认。是夫君你本就胸怀凌云之志，金銮殿那条路被堵死了，你换了一条路，照样登上了顶峰。你呀，从来都不是只能做御史的沈燕。我望着这万里江山，我终于懂得，我这一生真正的疆土，从来不在那高高的金銮殿上，而在妻子温暖的掌心里，在这漫山的桑田里，在这天下千千万万因我而得以安居乐业的寻常生民的烟火里。